嗨，大家好，我们这一期讲麦田怪圈。1996年7月7日，英国威尔特郡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5点30分的时候，一架小飞机飞过全世界最神秘的景点巨石阵的时候，发现在巨石阵对面公路旁的大片麦子地上，只用了不到45分钟时间之内，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组合图案。飞行员和他的医生乘客，也就是后来记录中最早的麦田圈观察者，他们低头往下看，觉得非常的难以置信，甚至又掉头重新飞了一圈，进行了确认。整个田野里面出现了一个915英尺长，由151个完美的圆圈组成的巨大的螺旋图案，就像是数学家用电脑精确画出来的分形图案一样，是一种比例非常完美的黄金螺旋。它是一种特殊的对数螺旋，它的增长速度严格遵循黄金比例，每旋转90度约1/4圈的时候，螺旋的半径就扩大 1.618 倍。那这种增长方式也让它永远能保持自我相似性，不管你把图案放大或缩小多少倍，它看起来几乎都一样，不会有变化。整个麦田圈的面积大约是 2.5 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而且呢，它就像是那么凭空的出现在了一个大白天。旁边距离不远呢就是巨石阵公园，所以说这附近几乎24小时都有工作人员盯着，公路上成百上千的车辆来来往往，飞机也是刚刚飞过，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去制作这个图案，没有脚印，没有工具痕迹，也没有任何的声音。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从头到尾把这个被誉为麦田圈史上最离奇、最数学、最不可思议的案例分析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目击者看到了什么，图案隐藏着什么秘密。最后呢，我们再来一起详细的分析它形成的原因啊。那放心，我不是讲了一大堆之后最后再来出来辟谣的博主啊，我只是能够做到不造谣。这就是真实发生在1996年的茱莉亚吉麦田圈事件。大家好，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的每一期影片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希望你能够多停留一会儿。感兴趣的话，帮我点赞订阅这个小频道，或者留下您的想法一起讨论。那我们继续。1996年7月7日，在英国威尔特郡巨石阵的正对面，紧挨着繁忙的 A303 公路。这一天是星期日，阳光充足，麦子被晒得发亮。下午5点30分的时候，一架小型飞机的飞行员从巨石阵上空飞过，旁边的 A303 公路上车来车往，金黄的麦子在阳光下随风摇摆，一切都很正常。飞行员旁边的乘客是一位医生，当时还拿着相机拍照留念。飞行员后来回忆说，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呢，麦田里面干干净净的，什么异常都没有，我们还拍了照片，那也能作为最好的证据。45分钟之后，6点15分的时候，他们原路返回，医生突然就惊叫了一声，天哪，你看下面有个巨大的图案。飞行员呢也立刻掉头进行确认，下面是一个巨大的由151个圆圈组成的完美螺旋。后来巨石阵的猎场看守人也证实了，当天早上和中午田野里还是一片平整，什么都没有。消息一传开呢，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涌来，据说接下来的几天到2周内，参观的人数达到了数以万计。A303 公路呢火爆的直接堵车，现场人山人海，大家站在田边就开始议论，有人惊叹，有人拍照，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神明的神迹，直接跪下来祈祷。一时间现场的氛围十分的震撼，在那个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信息被迅速的向外传播，成了当时全球最轰动的新闻。现在我们来仔细说说这个图案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被命名为茱莉亚吉，是数学上一种经典的分形图案。那分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限自我相似的结构，大图案里面藏着小图案，小图案又完全重复大图案的形状，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嵌套，无限的放大之后呢，形状却能保持一样。这个茱莉亚吉麦田圈沿着一个巨大的螺旋展开，由151个大小不一却严格按照斐波那契数列和黄金比例构成的圆圈组合而成。那斐波那契数列你肯定听说过，就是1、1、2、3、5、8、13这样，每个数字呢都是由前面2个数字之和组成。它在自然界也是无处不在。这个麦田圈图案的数字精度高到让人发指，它长915英尺，宽508英尺，面积呢相当于2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中心到外层层层展开，每个圆圈的位置、尺寸、角度都精确到毫米级别。那我们正常人看到它可能只被它的规模震撼到，但如果你是一个数学家的话，就会瞬间有一个猜想，这根本就不可能是随便踩出来的，或者是自然随机形成的自然图案。
这是经过精细算法才能精确生成的复杂分形图案。因为呢，这个图案的结构有很多具体的作用，是很多事物的最优解，它能形成自然界中最优美、最自然的结构。那这么说比较抽象，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鹦鹉螺的壳，那种优雅的螺旋外壳呢，就是经典的对数螺旋，它不是标准的黄金螺旋，但比例非常的相近，平均增长率在 1.33 左右。这种螺旋呢，让鹦鹉螺在生长的过程中，壳的外形几乎可以保持永远不变，不会因为长大而变形或者是变弱，反而越来越结实，像一个天然的永不改变比例的堡垒，既能保护柔软的身体，又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无限扩大空间，却不会失去强度。我们再看一个比较大的案例，我们人类的地球所在的银河系像是一个大风车，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中每条亮线都是一条悬臂，这些壮丽的螺旋星系臂也是通过密度波和引力形成的。银河系在自转的时候呢，内部的恒星和气体因为差速旋转而堵车，像交通拥堵一样，在某些区域形成明亮的悬臂，而这个悬臂就精确遵循了斐波那契数列的规律。因为星系呢依托于这种结构，能让新的恒星不断诞生，也能维持星系的活力和长期稳定。那第三个例子是向日葵的种子，它们的排列也形成了完美的斐波那契数列螺旋的形状。排列采用黄金角度 137.5 度，每个新种子都和前一个错开。那你问这个角度它有什么用呢？结果就是这个角度呢能最大限度的填满空间，而且没有重叠，没有浪费，每颗种子都能充分的吸收阳光和养分。这种高效的排列也能让向日葵头容纳更多的种子，能够提高繁殖成功率，也是一种植物进化出的超级优化策略。再举一个最接近我们的例子，人类 DNA 里面的双螺旋结构同样能够体现出这种数学规律，两条反向平行的链条像螺旋楼梯一样缠绕，让 DNA 既能紧密包装进染色体中，又能轻松解开复制。更重要的是，一条链条如果坏了，那另一条还可以拿来当做模板修复错误，保证了遗传信息能够稳定传递几亿年而不丢失。这就是为什么双螺旋结构在进化中如此成功，它既高效储存信息，又极度的可靠。以上的内容就是想说，麦田圈形成的这种分形结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形状，它蕴含着很深远的意义。不管它是不是人为制作，或者是未知力量的产物，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图案就能解释得清的。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麦田圈的细节。当时调查人员冲进麦田圈之后，发现所有的麦秆不是被踩断踩碎，而是被轻轻地弯折90度，离地面几厘米处的节点像是被微波瞬间加热一样膨胀爆裂。那如果你对麦田圈现象本身就有所关注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关节倒伏的现象并不是个例，很多麦田圈中都会有这种现象。这些麦秆虽然倒伏，却还能继续生长。弯折处麦秆细胞的晶体结构发生了改变，呈现出分层和螺旋倒伏的形状，整个图案层层叠加，像是被精确的熨烫过一样。而且现场几乎没有一个脚印，没有压痕，也没有任何工具的痕迹。另外呢，就是在现场检测的时候，发现麦秆弯折处的土壤间有一个共性，就是土壤间有一些死掉的昆虫，而尸体呢都保持得很完整，死在了原位，死因也不明确。那这和普通人为制作的麦田圈完全不一样，人为制作通常会踩断麦秆，留下乱七八糟的痕迹和脚印。那现在肯定有小伙伴们想问，通常如果人工制作麦田圈的话，需要多久？那我们分析一下时间差的话，不就能有一个大概的判断了吗？怀疑派呢，后来还提到一个人叫罗德·狄金森，他声称自己认识制作麦田圈的团队，还通过实验进行了验证。实验过程是3个制作高手在凌晨2点45分开始，用木板、绳子、GPS 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整幅作品的绘制。但那是夜晚，没有人看见整个绘制过程，这很正常。而在白天，在45分钟之内，在繁忙的公路和巨石阵的旁边，那在这种环境下还没有人看见，这种概率呢几乎为0。而且那个团队当时演示的麦田圈的规模并不大，也不是很复杂，复刻起来的难度相对来说呢低了很多。像这个茱莉亚级麦田圈要精确到151个圆圈，都严格按照黄金比例，还能不被几百辆汽车、飞机和游客看到，这已经不是高手级别，连隐形人都做不到。那当时这次麦田圈的目击者除了飞行员，还有更多零碎的目击者。当地居民回忆，那天下午田野上方曾经出现奇怪的飞行的球体或等离子体的现象。图案出现以后，成群的人站在 A303 公路旁边，有人哭泣，有人默默祈祷，有人直接下跪。
关于球体 UFO 的事件，可以看我之前的几期影片，我都放在了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因为目击者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它太完美了，像从天上掉下来的艺术品。10几天之内，全球的媒体蜂拥而至，有科学家、神秘学家、军方直升机都来了，甚至还有人带来了磁力计、辐射仪等设备，探测异常能量的毒素。但是最后呢，也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给出让人信服自洽，并且能够有说服力的解释。那现在就进入大家最喜欢的环节，我们根据网上最有意思的一些猜测来进行假设分析。声明这些不是严谨的科学结论，脑洞大开，纯属娱乐，大家看得开心就好。网上2个最有趣的猜测，那第一个猜测呢，就是说它是一个等离子体的涡旋能量。一些研究者猜测这是地球磁场或者是等离子体球瞬间形成的自然现象，因为当时麦田圈出现之后，就有目击者描述，当时正好有光球出现，麦秆中间的爆裂节点呢，就像是被高频能量瞬间煮过了一样。那理论上讲呢，等离子体涡旋从电离层落下，在地球磁场中旋转，释放微波辐射，快速加热作物，让它们弯折却不折断，形成一个复杂的图案，那确实有一定的概率。那如果说像茱莉亚级麦田圈一样这么具体，像是艺术品表演一样的图案，准确的图案切割，该切的地方呢精确的切到，不该切的地方是一刀都没有，而且边界呢是泾渭分明，这本身在自然现象中它就不合理。首先，等离子体漩涡理论最早由气象学家特伦斯·米登提出，但最后呢连他自己都承认，越来越复杂的图案，就比如说这个茱莉亚级，就已经超出了自然形成漩涡能够解释的范围，自然界就无法产生如此精确的数学分形和151个完美的圆圈。而且科学家也曾经多次的尝试在实验室里重现这个过程，都无法复制同样的细胞改变和无人工痕迹。更重要的是呢，这种复杂的麦田圈图案总能出现在人类最容易接近的公路旁边，而不是偏远的荒野。那这和自然现象中的随机性也完全不符，这些麦田圈更像是在挑选地址。所以虽然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儿，但是等离子体这种说法呢，最终被认为无法完全的解释这个在45分钟之内出现的巨大图案。再说第二个猜测，那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麦田圈是由外星人留下的痕迹。为什么这么猜测呢？就是因为我们上面描述的这个图案的数学精度太高了，严格的斐波那契数列和黄金比例，这就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宇宙级别的通用语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生物和非自然的意识才能有创作和使用这种数字模型的能力。它存在于生物体结构的构建中，存在于鹦鹉螺的外壳里，存在花瓣的数目、菠萝的外皮纹理、树枝的分叉规律，甚至还有人类的 DNA 里面。如果是外星文明的行为，它可能在用这种我们人类能够认知的最原始的数学密码，它不是随机的涂鸦，而是精确到计算级别的分形结构，就像是在跟你打招呼，嗨，我是李洛克，嗨，地球人，看我们也是一个文明，我们懂你们的科学，我们在观察你们。另外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紧挨着巨石阵，那这个巨石阵本身就是古代的天文台，石阵精确的对齐夏至、日出、月相和星座，藏着很多古老的天文密码。很多人相信这里是地球上的能量节点，或者说叫做星门。古代文明可能在这个地方很早之前就和外星文明有过接触，外星人选择在巨石阵旁边留下这个图案，或许呢就是在给我们现在的地球文明一个暗示。他用现代的数学分形回应古代时阵的星空排列，就像是在说，我们从古至今都在这里，我们懂你们的数学和你们对宇宙的探索。那这种可能性给整个事件赋予了更多的神秘感。也许外星文明在用大地作为画布，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你们不是孤独的存在，我们看得到你。那话说回来，如果这个外星文明懂得斐波那契数列这个东西很重要的话，是不是也能证明这个文明和地球文明一样，也是一个碳基文明呢？因为我们碳基生命的很多生长规律里面都遵循这个分形结构。那也不是，像飓风啊、水流漩涡和星系旋臂这些东西也遵循这个规律，但这些并不是生物体本身，而是一些适合生物生长的环境。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里一起讨论。其实关于麦田圈的影片我早就想做了，但是因为麦田圈的故事体量太大，一直都想不到从何下手。那最近呢，有的网友跟我说想看关于麦田圈的视频，索性呢我就挑了一些有趣的麦田圈，一个一个的讲给大家听。今天的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那关于茱莉亚级麦田圈的故事，我们就先聊这么多。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这个小频道，
或者分享给你认为感兴趣的朋友。那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